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方圆800米，徐凯转型成功，共情风暴触动观众泪腺，流量小生用一场崩溃戏证明了自己。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逼我，意识到情况不对，惊慌失措的起身。海哥崩溃大哭，自己再也回不去了。就上面这句。是方圆800米第15集里，陈辉失手杀了霍开明之后，整个人彻底崩掉之前，脑子里闪过的走马灯吧。我敢说，2026年4月26号晚上，有多少人跟我一样盯着屏幕，大气不敢出，就为了看徐凯怎么演这段再也回不去了。好家伙，开播前3天那阵仗，徐凯差点被网友的口水淹死。为演矿区青年陈辉，他剪寸头、晒黑、暴瘦到脱香，结果弹幕全是全程瞪眼摆臭脸。和丁勇带对戏像在演2部剧，这转型开局就是地狱难度，但转折就来得这么突然。就在第15集，陈辉被上家拿女友的命逼到墙角，反手制住对方，混乱中人没了。徐凯的处理绝了，先是青筋暴起嘶吼发力，等对方没动静了，他整个人像被瞬间抽空，松手后退，盯着自己发抖的双手。镜头推上去，他眼神从惊恐变空洞，最后变成一种被彻底碾碎的绝望。一句台词没有，但你眼睁睁看着一个少年的世界观啪碎一地。紧接着那段创伤后应激反应更让人头皮发麻，他蜷在角落，身体无意识的抖，呼吸短促凌乱，像溺水刚被捞上来，手抖着点烟，点不着，蹲下又站起来，想跑腿却迈不动，那种我刚才干了什么和我彻底回不去了之间的撕扯，全揉在这些细节里。难怪当晚评论区就炸了，有网友说看得我太窒息了，还有人说以前觉得他只会演高冷男神，这场戏直接给我看傻了。说实话，陈辉这角色太难了，他不是传统好人，也不是纯粹坏人，就是个为给尿毒症女友筹钱，一步步滑向深渊的灰色青年。徐凯自己也说，压力巨大，完全跳出了舒适区。为了真实，他连台词都刻意压着嗓子，带出矿区的粗粝感，原声出演。被绑架那场戏，他要求对手演员涂松颜针掐脖子，就为了演出那种在生死边缘挣扎的状态。跟老戏骨丁勇岱对戏，压力可想而知。但丁勇岱在采访里夸他了，说完全惊喜，放下偶像包袱，把陈辉的拧巴、狠劲与脆弱演得特别真实。导演裘仲维更直接，说徐凯退掉了以往所有的荧幕形象，有几场戏他看了很多遍依然被感染，这话分量不轻。开播时这剧几乎是裸播，没预热没大宣传，热度从0开始。结果呢？靠陈辉这个角色杀出血路，腾讯热度峰值听说破了24000，角色热度在悬疑剧场里第一个破亿。从开播被群嘲拖后腿，到靠一场戏扭转口碑，这反转比剧本身还带劲。但你说，这场演技的共情风暴，到底是因为徐凯真开窍了，还是角色和剧情恰好撞到了观众的泪腺上？一个流量小生用一场崩溃戏证明自己，这到底是实力的偶然爆发，还是转型路上必然要交的答卷？评论区现在挺热闹，有人觉得他接住了老戏骨的戏，有人觉得离演技派还差口气。你们说，评判一个演员转型成功，到底该看一场戏的高光，还是得看整部剧的稳定输出？对此，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。